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尖阿博。LPL 在昨天进行了最后一场资格赛的 BO5，最终也打满了，而且又是差点上演让2追3的戏码。好在最后一局比赛，RNG 在巨大劣势的情况下，呼吸哥抓住了阿乐的失误，帮助队伍打赢了关键团战。之后成功打出翻盘，拿下了这来之不易的世界赛4号种子席位。比赛结束之后，呼吸哥在现场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是泪洒现场，很多观众也因此泪目。在看到呼吸哥泪洒现场之后， LPL 的英文解说 IWD 忍不住发了一条动态批评 RNG。 IWD 的推特内容很简单， RNG 把 Breeze 弄哭了，因为 RNG 从来不帮上路，无论对线是什么状况， RNG 请对你们的上单好一点。这一句话其实能代表很多观众，包括 RNG 粉丝的心声。众所周知， Breeze 是一个非常团队性的上单，在加入 RNG 之后， Breeze 是想要努力融入这个团队的，但是因为太想要融入团队，导致自己牺牲了太多。 RNG 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让呼吸哥围绕团队来打。从昨天的比赛就能看得出来，呼吸哥其实有一场剑姬，他是可以通过单带帮助队伍获胜的，只要团队能够多看一下上路，边线是很好打的。但是 Breeze 还是出了打团装备，没有出破剑者，而且 RNG 战队只要正面有一点什么事情，就会叫呼吸哥过来，呼吸哥也是任劳任怨，团队指挥他就会执行，导致很多时候 RNG 正面的无用指挥，耽误了呼吸哥的个人发育。虽然教练朱开曾经给予呼吸哥非常好的评价，但其实 RNG 真的没有给予到上单足够的重视，这就是 RNG 在整个季后赛包括冒泡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之一。从昨天的 BO5 来看，其实 Breeze 对位阿乐是有优势的， Breeze 对线处理更好，中后期团战表现更稳定，失误率也极低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他就是 RNG 昨天5局比赛中表现最好最稳定的一个。这样的一个选手值得团队去给予更多战术资源上的倾斜。RNG 需要调整团队定位，提升呼吸哥的话语权，并且更多的帮助呼吸哥在上路打开突破口，中期也需要更多的围绕呼吸哥来打。另外 RNG 暴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BO5 能力的下滑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选手状态出现了问题，更多体现在中辅兄弟上，魏在前面状态很好，后面也不行了，Gala 在目前的版本carry能力也有下降，然后就是连续被让2追3的局势下， RNG 的心态其实也受到了很大影响，不能再像之前一样游刃有余的应对每一局 BO5 的比赛了。后续世界赛的一个版本还有调整，而且其中几个英雄改动对 RNG 是比较有利的，可以说只要在 LPL 赛区，只要能进入世界赛，一切都有机会，不管是几号种子，版本一变，战队实力强弱的秩序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。阿博认为，如果版本调整过后，应付强度再次上升， RNG 仍有冲击好成绩的机会，但如果和现在版本差不多， RNG 可能会比较难，因为 RNG 其实是比较吃版本的一支队伍，因为长时间熟悉了节奏开团体系的打法和指挥方式，一旦队内定位和强势英雄发生大的变化， RNG 的实力就会受到不小的影响。当然 RNG 有机会通过突破自己改变自身比较吃版本的问题，这就需要 RNG 的选手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了。这里不得不提的一句是， RNG 小明的 rank 量其实是很少的，包括季后赛和冒泡赛阶段，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同时建议 RNG 全盘复盘一下所有季后赛和资格赛阶段的比赛，把细节抠出来，优化团队指挥，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， RNG 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终极梦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输掉比赛以后， LNG 这边多位队员受到了质疑和批评，而在赛后，上野两人也通过微博发声，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首先是 Tarzan 这边发文表示，今年到这里了，对不起。评论区很多粉丝都表示 Tarzan 不用对不起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好好休息，明年见。只有阿乐这边的画风不太一样，他的发言如下，表示希望你们别再遇到我这样的人。输了比赛后发这样一段话，说实话有点自责的意思，也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。之后阿乐删除了这条微博。阿乐之所以这样发，估计是因为 LNG 被淘汰后，他的个人微博也被冲了。阿乐个人微博下方的评论如下，大部分都是在骂他的。
有人怪他葬送了队友的优势，队友拼命帮你抓，结果你拼命送，对不起他们。也有人要求阿乐退役谢罪，还有人在阴阳怪气问阿乐去安安记庆功宴了没。这场 BO5 阿乐确实打得不好，这是事实。他在第5局犯了严重的失误，导致队伍输掉了比赛，无缘季后赛也是事实。但是如果没有他， LNG 也不会晋级季后赛。在潘大 C 被换下场后，阿乐上场暴打了 The Shy， 压制了 Rich， 自己也carry过很多场，没有他 LNG 也打不到这里来。甚至第4局 LNG 获胜，阿乐也立了大功。只是成也阿乐，败也阿乐。他过于激进的打法，有时候可以帮助队伍积累下大优势，有时候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。第5局就是风险拉满，游戏直接没了。不过让人失望的是，去年世界赛的时候，阿乐就是这种打法，把握不了度。1年过去后，他还是这样，没什么太大的进步，纪律性太差，太容易上头。虽然说生死局敢打敢拼是好事，但是有时候过度了也会造成反作用。感觉阿乐需要一个好教练来指导一下，不然他这个毛病会在将来继续害了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不久前，隔壁 LCS 赛区的老牌豪门 TSM 在季后赛败者组第2轮输给了 EG， 没能进入前4名，也就宣告着这支 LOL 北美豪门战队无缘本届 S 赛。有趣的是，在 TSM 无缘 S12 后，有观众找到了一项有趣的记录。自2013年以来，只要是 TSM 成功打进 S 赛的年份，那一年的召唤师奖杯都是由 LCK 战队夺得。当 TSM 没能晋级世界赛的年份， LPL 战队都能成功夺冠。因此当 TSM 今年没进世界赛后，不少 LPL 观众看到这个数据纷纷狂喜，调侃今年 LPL 世界赛冠军稳了。虽然不知道 TSM 没进 S 赛的这一波魔咒是否能再次生效，不过只从赛前 LPL 队伍的火热状态来看，确实很有希望夺冠。尤其是 GDG 更是备受观众看好的 S12 夺冠头号热门。在今年 GDG 作为 LPL 1号种子挺进世界赛，他们在小组赛就可以避免碰到其他赛区的1号种子，这就已经是很大优势。而且 GDG 本身在 LPL 就是非常有统治力的队伍，他们的打法前中期进攻非常凶狠，这恰好是 LCK 队伍害怕的风格。更别提 GDG 还在今年季后赛经常上演绝境翻盘的戏码，韧性堪称 LPL 最强的队伍。不过今年的 LCK 同样不容小觑，尤其是 GNG 战队，他们这个赛季表现出来的统治力真的是蛮恐怖的。今年的冠军会花落谁家？我们坐等世界赛开赛吧。